Hello，大家好，我是高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这期我们顺着上期易货生态的重要性，对比着中心化电商来聊一下易货的具体机制、各商城的赋值逻辑，以及个人对于其中产品定价和质量售后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帮助各位。高文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记着点亮小铃铛，支持下高文。我们可以先简单盘点几个派易货商城平台。前一段时间 PiChain 就是派链国际商城，在各社区间传的比较火热，是一个新上线的易货平台。再加上之前存在的 PiMall 和 TPL易货平台，近几天又发现了一个 UPi 的易货商城的宣传片。作为易货生态的体现形式，商城平台就很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中心化电商平台的机制，然后再去对比的看派易货商城。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心化电商机制中，平台是短暂保存未签收订单的资金的。当用户签收以后，平台才会将资金转入商家的账户。这个过程中，资金的流转途径是用户、平台，然后是商户。网购能够顺利实现的原因，就是公司背景作为信用担保的。其实，在电商一开始实行的时候，保证金也是一种制约卖家的一个渠道。现在的话，保证金可能也有，但是对于小型个人商家来说，很多都是没有保证金的。当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买家方面都是首先和商家沟通，能够沟通好自然是万事大吉。沟通不好的时候，用户只能去寻求平台客服介入，进行评判调节，又是一番举证等等，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可能最后的结果有时候也会不尽如人意。在售后问题出现时，制约商家的更多的是平台的规则，比如商家评分、违规等等运营规则。商家方面也有苦恼，比如高远个人被封过店铺，影响了一系列的账号，原因是被盗用，导致虚拟产品上传。经过1周时间的沟通，最后平台认为是没有异地登录，还是没有解决，拿规则没有办法，只能把它扔在那儿不管了。然后我们来探索一下派易货生态商城的机制。刚才盘点过的几个商城，我只是大概看了一看页面，虽然还没有去接触它的商家入驻规则，但是个人认为派易货生态中首先解决了商品的类目问题。在项目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了虚拟商店的入驻，用空闲时间、注意力等等去换取相应的收入，只要商家提供的产品是有价值，能够解决实际需求的，那就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加入生态质押派币的这个动作，会从根本上限制商家和平台。接下来就看各商城的更具体规则了。那么自然的，用户可以放心的进行点对点交易，直接完成用户到商家的交易过程。接下来坐等商家发出实物产品或者虚拟产品，预定实现不发货，那就好好考虑商家质押的派币了。产品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里的主要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质押的形式可能是什么。要解决买家、卖家和平台的信任问题，顺着传统电商的思路，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让商城平台质押大量的派币接入应用程序，也就是质押在公链上，而商家质押派币在这个商城平台一级制约一级。如果有产品质量问题，核实后商家质押的派币将被扣除部分，用以赔偿买家和平台。这种逻辑下，随着商家不断加入，那质押给平台的币可能会多于平台质押在公链上的，平台还是有跑路的风险的。当然了，平台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组建出来这个平台，收获一些质押的派币去灵活运用也是合理的，但是两者质押的数量比例如何确定，这是一个问题。不过不能否认这是一种形式。那之后我就可以再联想到质押的形式可能会是统一质押来解决信任问题，平台和商家都获得自己质押的派币的收益，
但是平台会分得一定比例的商家质押收益，来当做卖家入驻的一个条件，同时也是商城平台的一个运营维护的一个收入。商城只是作为撮合买卖双方的一个平台，如果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并且核实后，买卖双方应提供证据对比证明，得以提供参考，平台进行对比做出评判，控制质押派币的扣除，以赔偿买家和平台。这两种质押形式哪种更合理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或者更完善的想法可以反馈给高恩。接下来我们来看易货商城的派币赋值逻辑。各个易货商城对于派币的赋值应该都会有一个期望的统一价格，这点在招商家入驻的时候是肯定会提到的。至于是不是强制的，就看商城的具体规则了。所以不排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易货商城的期望统一价格可能会出现区别。至于区域消费水平这样的说辞，其实并不能支撑不同价格的这种做法。现在这个阶段是涉及到了拉拢商家入驻，商家越多越有利于之后吸引用户，但是如果设置低共识价格，既拖项目方后腿，也不利于将来易货商城的发展。易货商城的最根本其实还是买家用户，买家用户当然更希望有更高的共识价格。短期的商家多并代表不了什么，高共识价格的商城也许会多耗时一段时间，结果会是一下吸引到一整批用户。既然派币是面向全世界的，那它就应该是一个统一价格。大家都知道上交易所之后价格会统一，那交易所之前的易货阶段也应该做到统一。而且正如上期内容提到的，易货的交易数据是可能作为原始开盘价的参考的，这代表了社区和用户对于价格的接受程度。综合以上这些推论，合理的高共识统一价格的商城才会胜出。OK， 本期我的观点就差不多发表完了。准备布局参与易货生态的朋友们，你们对于易货生态还有其他的想法吗？关注公众号混沌界，菜单栏找到我，高恩社群，加入微信群，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电报群，参与我们相关的话题讨论。如果想了解熟悉市场，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更加稳定，链接见评论区置顶或者说明区。下期我们会参考之前派友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总结提出20个需要注意的细节，做一期提醒的内容。我是高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